我想说，我可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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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浪漫的，谢谢啊。无聊。再也找不到了你给的美好，还是那。小念那边有消息了吗？我只知道他跟穆千初在一起，其他的没有任何线索。工作的事我可以不问你，但有件事我必须要问你。即使小念真的和穆千初在一起的话，你还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多？愿意等他回来吗？不管他选择什么，我想听到他亲口告诉我，不管他选择谁，我的选择永远不会变。我明白了。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清楚了，我肯定支持你。龚总，我已经查过小念跟穆千初的机票信息了，不过什么？不过机票信息有好几组，我没办法确定穆雪到底什么时候送他们离开。他确实够谨慎啊。没关系，我会让我之前机场那边的客户盯紧。谢谢你，白玉。我先走了。他就是你们老提到的白玉。对。穆总，媒体和记者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另外几个财经杂志和网站的通稿也都发出去了。只要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订，就会统一发出来。公欧那边呢？公子那边已经出发了，正在往我们这边赶。千初和石小念都安排好了吗？穆总放心，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航班是我今天一早才订的，昨天之前他们能查到的那几个航班都已经取消了。很好。这段时间太混乱了，该让一切都归位了。千初我对得起他，他最喜欢的女人我给他了，简单富足的生活我也可以给他，但穆氏和恩义是我的。你先去外面等我吧。好的，穆总。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居然阴差阳错的被一本漫画记录了下来。龚玉，你知道吗？如果现在你还在，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你们穆总在吗？穆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恩义股权转让可不是什么小新闻，我们总得像模像样的讨论一下。石小念现在到底在哪儿？签吧，签了之后，我自然会告诉你石小念在哪儿。恭喜穆总。那现在我们的合同是不是可以落实了？龚总，你看，不是我急功近利，从你们恩义出来的人，可比我厉害多了。你们之间怎么合作我不在乎，我现在只想知道石小念的消息，他人在哪儿？石小念自然是陪我弟弟去国外看病了。就算你现在找到他，他也不会跟你回来。看现在这个时间，他……你改了航班的时间？消息挺灵通的嘛。果然还是个孩子，遇到女人的事情就这么沉不住气。重情重义总好过薄情寡义。如果是公寓的话，他也会这么做。走吧。恩义前总裁公欧股权转让仪式中途离场，只能你这个未来的负责人跟我去接受采访。陈总，你倒是挺会抓住机会的嘛。我们知道穆雪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找到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航班都等过来了。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是穆氏集团的高管，也是我需要2位去帮我做沟通的。他们都是曾经跟我父亲一起打拼过的人，比较可靠。还有，这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姐之前的那个助理，叫陈然。之前开车撞伤我的人也是他，所以之前很多事都应该是他参与操作的。如果公欧怀疑我姐跟他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他入手去查。好，谢谢穆总，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等等，这什么情况呀？为什么突然找我？我觉得那天在医院说的话，我们应该继续聊聊。你们都怀疑到我姐了是吗？穆总越是想保护你姐姐，就会越暴露出更多的破绽。其实你早就知道了，这起车祸幕后的主使是谁，对吗？不错，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理解你，如果换做以前的我，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行为。但自从跟石小念在一起之后，我似乎越来越明白，想要毫无逻辑地保护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小念的确是让人改变很多的人，对吗？那你呢？被他改变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难过。不过这不是我所在意的，我倒希望他对你再失望一点。你说的对，我现在变得连我自己都有点不认识了。但是公公，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那种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之后身边的一切都变了不一样的感觉。你的亲人变成了仇人，你的未婚妻是个陌生人，而你心爱的人却因为你受到了伤害，还去到了别人身边。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欺骗他的理由。
我不管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但你应该也想过，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合作，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轨上。我可以合作，但我绝对不会把小念牵扯到其中。我也一样。你跟宫欧之间有合作？穆总和宫总一直有联络。这次穆总被穆雪控制之后，可以说是将计就计，这样还能调查清楚他和宫羽车祸的关系。所以我也在你们的计划里。当然不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会被我姐骗过来。那现在呢？宫欧在哪儿？现在应该快到了。穆先生现在身体还是不太舒服，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时间还早。谢谢你。不用谢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你放心，我背影跟我姐姐还挺像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之前对我的好都是真心的，所以我要谢谢你。其实之前咱们2个相处的这段时光，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还有那些带给我的快乐，也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不应该全都否定。千楚，你的意思是？不要误会，小弟。我喜欢的人还是小弟。虽然他现在心里惦记着只有宫欧，但是我会等他。我想说的是，小弟，你曾经的确带给我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你很好，一定可以得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如果你不恨我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做好朋友。你确定你还要去英国，对吗？好，那我们赶紧走吧，不然一会儿师弟那边露馅了。医生，就这几天了，大家准备一下吧。怎么样？哎呀，看你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别哭，不好看。我还是喜欢你笑的那样。我呀，是想小玉了。她一个人先走了，没人陪她，没人照顾她。你说什么？应该小玉照顾你。看这样子，你就不怕儿子笑话你啊？爸，怎么才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告诉不告诉的事儿。我有医生，也一直在治疗，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很多办法，为什么不都试试啊？放疗、化疗，
是我自己不愿意走，我是不想让你妈妈看到我那个狼狈的样子。你们两父子都不守承诺，你答应过要再陪我的。小娥不是陪着你吗？以后啊，她就没有理由不天天来看你了，是不是小娥？啊，我知道。小念怎么没来？他有些事情耽搁了，来不了了。小欧，既然你们俩要决定在一起，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把小念抛下。两个人在一起，只有爱是不够的。作为男人，要有担当和责任。你们两个孩子真像我和你妈年轻的时候。有你妈陪我这大半生，我不遗憾。行了，小欧，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让我跟你妈单独待会儿。我出去等你们，有什么事儿你叫我。我不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我不哭，我太丑了。没锁门啊，小念。这个怎么也没换？我还没来得及。怎么样？来这边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没有不习惯，我还挺习惯的，就是我英语不太好，交流起来有点紧张。沟通上面我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呢，你就负责照顾好我的身体，我呢，负责让你在英国不会走丢，好不好？小念，公公一直没给你发消息，他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你和公欧不一样，他就是这么霸道无理。那他要是一直都这么不理你了，你打算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死缠烂打。哎，不说这些了。爸，你安息吧。小欧，你要振作，很多事情都还需要你。别的建议我给不了你了。一会儿去跟你哥告个别，我就要走了。小欧，珍惜眼前人吧，在你还能珍惜的时候。
很多人，很多事儿，就像这些花儿一样，开了败了，都是转眼间。如果在能珍惜的时候没有好好去珍惜，那只会成为一生的遗憾。爸，今后儿子一定常来看你。爸，我回去了。哥，回去了。你还是来了。长辈走了，我总是要来看看的。那公寓呢？就不该来看看吗？或者说，其实你已经来看过很多次了，对吗？只是每次都一个人来，想和他单独相处，就像你们过去那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暮雪，你们过去发生过什么，现在只有你知道。今天就当我们没见过，我先走了。你等一下。你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很轻松，很开心，对吗？对，我很幸运，能够在跟他最后的时光里，每一分每一秒都轻松愉悦。暮雪，我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了。我只有一句话留给你：有些事情不是你拼命掩饰就能掩饰得住的。就算你努力不让任何人知道，但你自己心里那一关，你永远都过不去。宫羽是在用他的离开帮你最后一把。别让他失望。小欧，你在忙吗？妈，没有。来，坐。你怎么又不吃饭啊？妈，我不饿。你忙归忙，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搬回西山住。妈，那里有我跟你爸爸很多美好的共同回忆。我回去就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没有离开过我。我也住得会舒坦些。
妈，你这样我肯定不会放心的。我陪您回去一起住。不用不用，我答应过你爸爸，我一个人一定好好的，好好的坚强生活下去。我不是还有你吗？你要是担心我的话，就多回来看看我嘛。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不让妈妈操心，就是帮妈妈最大的忙了。好，你放心吧，妈。行了，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小欧，不管再忙，饭还是要吃的，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妈。这是辞职信。之前我没有听说过陈总想要离职。穆总上次去公司开了个周会，没过2天，就有3个高管递了辞职信。不得不说，您的影响力真的很大。所以陈总特地赶过来，就是为了把辞职信转交给我。既然穆总什么都想过目，那我想这些自然要交到你手里。穆总不信任我，我可以理解。但是用人不疑，既然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我，就应该给我更大的空间，这样大家都好做事。除非你想整个 A 利在你接手之后就迅速崩盘。那之前各大财经媒体宣传您是个优质的企业家，算不算是个笑话？行，那您先忙吧，我就不打扰了。你看到我给你发的这张图了吗？你那边应该已经很晚了吧？那你记得早点休息，早点睡。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记得多穿衣服，别感冒了。虽然他有的时候像个孩子，可是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公欧能给你的，我已经给不了了。我想通了，小念。看到你一直的给他发消息，看到你画漫画一张一张的拍给他看，看到你拿着充满着你们回忆的手机舍不得换，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用自己走不出去的回忆来困着你了。所以，如果他能给你幸福的话，祝福你们。
怎么？虽然我现在不强求你能回到我身边了，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啊。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千初，对不起。但是，谢谢你。其实还有件事，小年，我想，希望你能答应我。什么事儿？就是你之前画的那个漫画，记录了我们很多过去故事的漫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它的原稿。不管怎么样，我想好好珍藏我们的过去，可以吗？我现在可是算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漫画的手稿可是很值钱的，很贵的，我得考虑一下。你要是不给的话，那我也只能抢了。抢也没用。你就是陈然。龚总，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保证，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好了，快去吧，公公一定等你很久了。你不跟我一起吗？哎，我差点给忘了。你那天说完，我就一直想着给你。我答应过你，这是我漫画的手稿，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好了，快去吧。你现在还好吧？你哥的葬礼我正在国外出差，没能及时赶回来。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公公，你还好吗？人的执念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权力、地位，能不能被别人尊重，这一切真的比喜欢一个人更重要吗？啊，你是说小雪跟龚玉他们两个是恋人关系，他不敢公开，就是为了瞒着我啊？姐可能是担心他好不容易在牧师争取到的位置，会因为他的感情问题被您给收回去。这个傻孩子，他应该告诉我，我会很高兴的。我当初跟他定那个约定，我的本意，我为什么要跟他定那个约定啊？我，哎呀，我错了，我不该跟他定那个约定啊！爸，这事儿也不怪你，是我的确也没有想到，我恢复视力以后掌管公司，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个师傅，你们这边还需要多长时间？还有5分钟就搞定了。哦，好。这个是放哪里比较合适呢？如果用心去讲，当然要放到心的旁边了。好有心思。不过在偶像剧里，这种标配的场景下，特别适合表白。需要我再表白一次吗？公来了。公欧，你来了。丸子他们让我跟你说，其实是我自己想跟你说。我想说，我可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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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准备的挺好的，挺浪漫的，挺浪漫的。谢谢啊，谢谢，辛苦了。无聊。再也找不到了你给的美好，还是那个熟悉的。公公，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当你自己是小公主，耍什么脾气啊？凭什么这么对我们小燕？痛过以后才会知道，还是禁不住的想要你的微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小念，我好像没有邀请你啊。怎么，不欢迎我？我今天来是来感谢龚总的。我之所以能回来，之所以还有机会能够拿回牧师，都要感谢龚总的不计前嫌，出手相助。我跟你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合作归合作，讨厌也还是会继续讨厌，不用多想。从小呢，我就失去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打球吧。所有的男孩子都在打球的时候，我连看都看不见，所以我就对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上，会加倍的珍惜。我对你说的不感兴趣。龚总为什么就不能尝试着争取一下呢？你就这么放弃的话，拿什么争得过我呢？你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争就能争得到的，争到最后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好。原来龚总是这样的人吗？会和某个人一样，随时考虑是不是对大家都好。可我不一样，我只想对一个人好。
关你什么事？我已经彻底放弃小念了。我想清楚了，既然我只会对他一个人好，所以他喜欢你，我也情愿让他跟你在一起。穆总未免也太自信了吧？不是你想要谁跟谁在一起就可以的。你们两个的事，我只说这么多。今天来找你是有别的事情。龚总，明天跟我一起去庆功宴吧。我姐做的事情也该有个了断。她对恩义和你个人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大，应该当着你的面把恩义还回来。或者你就当是帮我。这种场面，我怕我自己应付不来。我去不去其实没什么区别。穆雪做过的事，她需要付出代价。至于别的，我哥应该也不希望我把他当敌人吧。或许公寓也希望你能帮我姐姐一次，不是吗？龚总，我今天是诚心来求你帮我的，我不能再让我姐错下去了。小叶，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宴会还有30分钟就可以开始了，宾客们应该很快就会到的。龚总，你今天把我弟弟带过来是什么意思？是对恩义在我手上有什么不满吗？你可别忘了，当初合同是你签的，现在又动这种手脚，似乎有点不太讲规矩吧？合同是我签的，但那也是在你的威胁之下我才签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且不提。我今天来，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做个了断。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活动。千初，回去吧。既然我们今天来了，有一些事情就只能在这儿谈。千初，这是我们的家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吗？如果你肯承认的话，我不会让你太难看的。胡说八道！我承认什么？穆总，你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是想让我赶他们2位出去？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不管你想诬陷我什么，今天这是我们的家事。千初，你先回去，我这边结束之后我会回来找你，到时候诬陷。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穆总，我哥的死，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跟我哥是恋人关系，但你为了掩饰这层关系，针对石小念做了很多事。石小念的漫画，是我哥死后我在他车里发现的唯一的证据。漫画的某一页，一对正在过生日的情侣，画的就是你和我哥，对吗？就算他画过什么，也只不过是漫画，怎么能说明是我？姐，我们找到陈然了，他承认了很多事。
陈然只是我一个助理，他说的话并没有什么。陈然已经把事实的原委都告诉我了，他承认了穆千初的车祸是他导致的，也承认了这幕后的主使就是你。穆雪，我哥哥的死，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你的头上，但现在我有了线索。如果这件事情从头查到尾的话，瞒是瞒不住的。真的够了，姐，到此为止，好吗？千楚，爸妈知道你今天要来了，知道你为了把我逼到绝路上，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可真是成长了。爸把墓室交给你，也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千楚，你这样逼我交权，跟我又有什么区别？他和你还是有区别的，他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拼尽全力、努力的去争取。做错了的事情，他也可以勇敢的来承担。而你呢，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物极必反的道理，穆总一定懂。再这样搞下去，穆氏和恩义就都是你的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这样吧，繁盛和技术，我还保得住。所以我希望你要怪我。既然你这么能干，今天的这场宴会就是我为你办的，希望你真的可以撑得住场面。小雪啊，看来你们都知道千楚要来。爸，是不是对于你来说，看我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的开心？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养我长大？小雪啊，对不起，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爸爸糊涂啊。我不该跟你定那个什么10年之约啊，更不该一直忽略你的感受。爸爸自以为自己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吗？但是爸爸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能给爸爸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吗？
爸爸想在有生之年好好疼爱我的宝贝女儿。爸爸马上就要跟妈妈去国外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不好？小雪，小雪，爸爸错了。伯父，公寓哥哥，我来看你们了。没想到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看不到伯父，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您在的时候，真的为我和公公操了不少心。你虽然看起来表面挺凶的，但是我知道你心底还是挺开心我和公公在一起的。您当时跟我说了一些话，其实都是在劝我，可我却没有听。小年，你知道，小欧这孩子吧，他心事重，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经常跟他沟通，经常跟他聊聊天儿，因为以后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对不起，是我伤害了公公，对不起。公寓哥哥，我一直以来觉得没见过您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前几天我也才知道，原来我漫画里画过的那个帅气的哥哥就是您。这么想来，我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我不知道，如果您在，面对我现在的情况，你会不会劝我回到公公身边？还是说，你也觉得我应该放手，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还好，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公公也好，千竹也好，都回到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而我觉得我出现在公公生命里的意义，就是陪他走完这艰难的一程吧。我知道我做的并不好，差的还很多，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哦，对了，这个是我画公公的漫画，出版了，销量还挺不错的，叫《怪物偏执狂》。这里面我画的可能是我了解的公公，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留在这一本给你们，你们随便看看。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吧？
就给完全，要收就收全部。可誓言太潦草，领悟太仓促。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这一场我们结婚吧。孤单不辜负。嫁给我。你是不是蠢？怎么会有人会在墓园里求婚？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的地方。爸爸、哥哥都在这儿，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怎么，不想答应？要收就收全部，可誓言太潦草，领悟太仓促。爱的迷途，我们颠倒无数。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走吧。哪？民政局。恩义科技在经历了去年短暂的转手风波之后，目前已回归正轨，重新执掌恩义的公欧在不出8个月的时间里，正式研发并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系统。据悉，这款最新的手机系统将会与新一代的恩义手机共同问世，具体时间还未公布。根据知情人士的可靠消息，这个由公欧主导研发的新系统可以说是恩义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见证，将会给大家带来最完美的使用体验。穆总，这份影视投资方案做得不错，找时间约这个方案的负责人聊一下。毕竟影视方面不是我们的强项。其实这个负责人已经到了。那太好了，叫他进来吧，我跟他聊一下。请进。哇，你看大米丸子这么大了，多可爱啊！哎，他们呢？哎呦，爸妈在外面。他们在二人世界呢。公公刚刚说带小念去日本干嘛？生闺女啊。生孩子啊？那你们怎么能这么骗小念呢？这怎么叫骗呢？过2天他自己就知道了。喂，你们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孩子你都不管了？我告诉你啊，过2天我可就把 baby 公托付给你们俩了，你们俩一定要给我好好的照顾好他，尤其是你啊，你不准偷偷亲他啊，那是我孩子。我还亲我自己儿子呢，你儿子你自己回来亲吧。哎，小老板，准备工作怎么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放心，得成功啊！你们干什么呢？没事儿，就是公司那帮破事。哎，有秘密。丸子，你看，对呀，公司的事儿是不是？那个不可能。真的？哎，行了，小老板，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儿，自己问他吧。哎，金哥，老婆，是这样啊。哎，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说咱们家这么大，baby 公长大了会孤单吗？哦，对。所以我想着给他再添一个妹妹。原来你都是计划好的。算是吧。你没生气吧？哎，老婆，要不然我们也
生个闺女？啊，就请你带走我的心，填满诱人的幻想。